雷总你好，大家好。魏哲呢？他今天有点事情。哪个公司的事情啊？比我们的还急？不好意思。把魏哲叫来。我们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啊就派这么一个小助理过来，什么意思啊？瞧不起我们？可是今天实在是……可是什么可是？赶紧把他叫来，来了一块开会。哎，那个谁，这样，你呢先出去，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一下，谈完了以后你再进来，好吗？工作做得好不好，不是靠人多取胜的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贵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也只有4个人吧？没错，我今天是一个人来的，但我不是什么小助理，我是 DL 传播的总裁。我也不是谁，我叫江达林。现在达林传播的总裁亲自为你们服务，还要有多重视呢？你们先忙好了叫我。雷总，公司刚创业的时候你说过，进了 New Face 的大门，大家就都是亲兄弟，你还记得吗？对，我是说过这话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现在不想跟你讨论这件事情谁对谁错。杨默现在已经不在了，你就看在他曾经是你兄弟的份上，你能不能对他好点儿，多给他点钱？我给的还不多吗？红茶，你去别的公司打听打听，他们那儿的员工去世了，哪个不是给点抚恤金，意思意思就完了？我可是给了他10个月的工资，10个月了，23万。23万，对于一条生命来说算多吗？不多吗？而且你要弄清楚，杨默的死跟我们公司无关。杨默的死怎么可能跟公司没有关系呢？雷总，你问问自己的良心，这23万算多吗？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所有公司的人都觉得23万太少了。你觉得给多少不算少？最少100万。100万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个头一开，以后再出现这样的事情，我每个人我都给他100万。杨默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，没有杨默，公司能有今天吗？没有杨默，你雷总能挣这么多钱吗？100万一点都不多。我跟你说，红茶，你现在非常的不冷静。我们这是开公司，不是搞慈善。你出去好好冷静的想一想，想清楚了你再进来。雷总，出去。李静柔说的没错，你就是忘恩负义。查总，别生气，我能和你聊一会儿吗？好，行了，消消气儿啊。我们公司没有加班这个概念，我们大部分员工都是90后、95后，没成家也没女朋友，24小时泡在公司也可以，提前早退也可以，只要把手里的工作做完了，我们不打卡。您和杨默关系很好。杨默是我招进来的。您跟他最后一次通话是什么时候？他去普吉岛的时候，你们有联系吗？我忘了。忘了。查总，那我们先过去了。替我给杨默上炷香。好嘞。他们是要去哪儿？今天是杨默的头七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点事儿。
目前来看，光环之塔36个大区都已经出现了声援杨墨的行动，而且有9万多名玩家表示，如果结果不尽如人意的话，不排除删号的可能。而且现在游戏商城销量跌得也是很厉害，一旦再有财经要闻这样的主流媒体加入声援的话，局面会变得非常不可控。那你什么意思？贵公司应该尽快和李静柔谈判，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。好。那，你，还有那个魏哲，你们俩一起代表我们公司去谈。怎么？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问题。由于 New Face 公司发出声明，严重伤害了李静柔，因此李静柔在网上视频发声，对社会反响很大。对于杨墨过劳死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，很多年轻人对新型创业企业只讲效益不讲良心、没有道义的行为进行抵制。我们很想采访李静柔，但是李静柔拒绝采访。很多媒体聚集在她家楼下跟踪报道。李女士你好，我是 DL 传播的江达林，我代表 New Face 来探望您的。对您家发生这样的不幸，我们表示同情。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多了解一些情况，想知道您的想法和要求。不管怎么说，杨墨都是 New Face 的员工，他这次度假发生这样的意外身亡，不是意外，他在加班。我从认识他那一天起，他到哪儿都背着电脑，到哪儿都先问有没有 WiFi 或者4G 信号。是，不可否认，杨墨真的是非常好的员工。但您说的这些，并不能证明他在加班。工伤保险条例的第39条规定，不要给我背条款。人活着的时候，每天废寝忘食，在公司吃，在公司睡，从来没有人找我背条款。现在人死了，你跑到这儿来给我背条款了是吗？哦，不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其实我就是希望能认真的听您的意见和想法，并且我们能够友好的去协商。那双方如果真的想和解，那必须得拿出一点诚意，对吧？诚意。你一上来就跟我说杨墨的死是意外，然后就跟我说背条款。哎呀，我问问你，你的诚意在哪儿？哦，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能去个洗手间吗？谢谢。哎呦天哪！你不是平时嫌我车技差，今儿怎么主动让我开你这宝贝车了？都说美女开车可是一道风景啊，尤其像你这么美的。哼，听着像真话。顾姐啊，何姐，又怎么了？你终于接电话了，我就怕你不接。我现在在李金荣的家里，我
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，很紧急。你听好了，我现在拒绝回答所有专业的问题，我回答问题是要收费的。我知道你很贵，但是这个问题一点都不专业，就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。说吧。我很想跟对方讲道理，可是对方一直哭，怎么办啊？你想跟对方讲道理，可是对方总是想跟你讲感情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很简单啊，这就说明你的道理没讲到点儿上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在外面有事儿。谁呀？还魏哲老师？一个同行。同行管你叫老师？就是帮过他一个忙，然后哭着喊着要拜我为师，我都没辙。哟，哲哥还有没辙的时候呢。被你收了吧？哈哈哈哈哈！那还用说？当然没有了，平白无故把我叫老了一辈儿，这不是占我便宜吗？No， 我看是你怕被他平白无故叫老了一辈儿，不利于占他便宜吧？你真的想歪吗？所以它比较干净，做完以后第二天不难受。又怎么了？你不会一次把话说完？我还有一个非专业的问题要问你。验孕棒上有2条杠，是不是代表怀孕了？你连怀没怀孕这事都得问我，你自己不会搜啊？不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吗？我哪知道？我又不是女的。又挂我电话。还是你点吧。过些日子呢，我可能要开一档类似真人秀的节目，到时候宣传方面的事儿，还请哲哥多多帮忙。你改行当制片人了，宣传还得管。哲哥，你可真的是好凉薄哦！上次你帮我改策划案，我就告诉你了，我要离职创业。这我从台里出来都快1个月了，现在我是主持人、导演、制片人，剧务都得一个人干，不干我就得喝西北风。你能不能对我上点心？刚才电话里问我2条杠是不是怀孕了？你说他这意思是不是她怀孕了？哲哥，你装什么傻呀？要不然人家问你干嘛？我还说呢，我们哲哥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冷酷无情？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又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。楚妹，我是不婚主义者，可我不是打着不婚主义的旗号到处耍流氓的人。你是不是怀孕了？谁的呀？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有这本事啊？什么？李静柔怀孕了？对，我亲眼看到了厕所里的验孕棒。哎呀，坏了！哎，你说他会不会拿这事儿当杀手锏，讹我们更多的钱？你觉得不应该多给吗？嘿，我说查总，你别老瞪着我行吗？我给公司省下来那些钱又不是装在我自己兜里来了。你看公司现在发展的多好啊，楼上楼下加起来好几百号子人，我花钱的地儿多了。要都像你这么意气用事，那雷总出去融再多资，那也不够花的呀。我怎么意气用事了？我这就是实话实说。哎，行了，你俩能不能先别吵了？DL那边有什么建议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尽快跟李金荣和解。你说什么？尽快和解？我们公司每年给你们 DL 那么多公关费，你给我来一句尽快和解？谁不知道要尽快和解？关键是怎么和解？我现在的底线你现在很清楚啊！马上去找李金柔谈到他点头为止。雷总，别生气，消消。来，坐下。坐下。江总，哈，你别怪我们雷总着急啊。
这件事确实是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对我们公司未来影响非常的大，所以拜托你，不管怎么样都要把这事帮我们解决了。我们一定会尽力的。现在网上还有那么多关于我们公司的负面评论和帖子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咱们公司所有关于杨默的聊天记录已经全部删除掉了，我也给他们下了死命令，谁也不准对杨默的死做出评论，包括发布相关的信息。但这外边的人，咱可真是控制不了。咱们这儿一边删，人家那儿一边写着，咱也不能太明目张胆的删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一定是有人在带节奏，否则不可能越闹越大。所以，江总，还是麻烦你帮着查一查，好吧？知道了。原来李静柔怀孕了，所以我才说她可怜啊，她老公刚走，现在又有了孩子，那未来一个人一定会很艰难的。所以你同情心大发了。那我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感情用事是做公关的大忌。魏哲老师，你就再帮我一回吧，你都已经帮了一半了，你不能半途而废啊！你这样对不起客户，对不起李静柔，也对不起我。顾凯雷只给50万，这50万够干什么用啊？那我给你出个主意，放弃这一单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缺少对客户的忠诚度。做公关的永远要为自己客户的利益负责，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。魏哲老师，别叫我老师，你这样的学生我教不起。行，那如果这单我办成了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当我的老师，并且做我的合伙人了呢？就当你同意了。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？第一，不能感情用事；第二呢？青蛙要用温水煮，骆驼身上的稻草要一根一根贴上去。学会察言观色，进退有度，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要把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很好，把这个带上。你还是不跟我去是吧？我自己可以的，放心。杨默他为了公司，这几年哪天不是加班到深夜，动不动就头脑风暴，到了周末还有团队建设，说白了就是把这帮人关一酒店里继续干活，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还要开什么复盘会，家里老人生病了都没法照顾，都是我去的。肯定杨默的辛苦，同时表示遗憾，强调公司的规章制度。杨默真的很辛苦，我们也觉得很遗憾。但现在这个情况，只能算是意外死亡，不属于工伤。杨默如果这几年不是天天加班导致亚健康，他年纪轻轻怎么会心脏病突发？这不属于工伤吗？这怎么就不属于工伤呢？心脏病的并发有很多原因，除非有医学的鉴定，否则很难证实杨默的死就是过劳死。杨默那些天一直在工作，真的。我每天半夜醒过来，我看见他躲在阳台上，躲着我，一边打电话一边写代码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这么熬着呀。真的对不起。从我个人来讲，我非常同情你。杨默真的很优秀，而且他的优秀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不要说废话，直奔主题。太冷漠了。你说什么？在他们面前，我天
天天要钱，就像个要饭的。你以为这滋味好说吗？我是真没办法了。这是杨默的工作笔记，你看看他哪天休息过？光有日记不够，得有人证。产品部的同事们我都问过了，没有人说到杨默在加班。那是 New Face 不让他们说真话，让他冷静一点。如果到了举证的过程，就得打官司，到时候谁也帮不了他。李女士，虽然我们是 New Face 派来的公关团队，但凭良心讲，我们真的是尽可能的帮您多争取一些。我希望你接受这40万，否则的话，只能通过劳动仲裁或者是打官司，耗时时间长不说。如果通过劳动法的规定，你连这40万都拿不到。杨默，你都听见了吧？你睁开眼睛看看吧，这就是你的 New Face， 你爱的 New Face， 那么爱他，可他对你这么冷血。你活着的时候，顾凯雷跟你称兄道弟，你死了，你的老婆孩子就是他的包袱。我告诉你，我希望你诅咒他顾凯雷，但顾凯雷没有良心。如果有一天我活不下去了，我就带着孩子去找你。您别……条件谈完了，不要被情感迷惑，心肠要硬一点。现在放下你的协议，可以走了。林女士，希望您不要太难过，也不要说这样的气话。保重身体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协议我放在这里了，如果你签了它，这40万3天内可以打到你的账上。红茶，我觉得你要是对公司有意见，你可以提出来。你干嘛在外边搞什么捐款呢？你这样做，你让公司的人怎么想我这个 COO， 怎么想雷总？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，捐款又不是我发起的。不是你发起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小程序就是你部门人写的。我手下的人每天都要写10几个小程序，他们写什么我管得过来吗？你别忘了，你是他们的领导，你是公司的 CTO， 这事儿你管也得管，你不管也得管。你要明白，这件事如果传出去，会对公司的声誉造成很大的影响。说得好像现在公司的声誉很好一样。红茶，你这态度不对啊！你现在不像是 New Face 的一员，倒像是一个站在公司对立面的人。我要是站在公司对立面，我就不会来这儿跟你们说这些话了。不瞒你们说，今天一早就有2位高级工程师跟我提出辞职。辞职？对，我暂时没答应。出了这事儿，
大家谁都不好受。现在大家都在观望公司的态度，你们这么做，已经让大家很寒心了。你们看着办。喂，哎，江总，那个李静柔给公司打电话，答应和解，接受40万的抚恤金。雷总让我给你打个电话，跟你说一声，辛苦了。我知道了，后续的问题我会处理好的。金总，再见。哎，好，再见。李金柔答应和解了，40万。恭喜你啊，旗开得胜，杨默的案子终于办成了。喝完这杯咖啡就可以高高兴兴的回家了。这个案子没有完。你还想干嘛？我在看杨默的日记，你看这段，今天写代码的时候，居然睡着了，还梦到雷总跟我说 bug 解决了没有，结果一睁眼，被我想到了解决的办法，真是神了。李静柔说的没有错，杨默就是过劳死。那又怎么样？杨默是很拼命，但是他为什么拼命？他是为了他的理想，为了他的未来，为了他的期权，这是最现实的。而且我相信杨默非常清楚他拿命要去换什么，只是他运气不好没有换到而已。杨默是个成年人，他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的确，公司没有逼迫员工加班的权利，但是公司也没有照顾员工身体健康的义务吧？一个连自己健康都不在乎的人，别人还怎么在乎他呢？你不能因为一本日记就加大对他的同情。我觉得你这么说太不近人情了吧？听我的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。我过不去。连李静柔都答应和解了，而且 New Face 这次对你的表现非常满意，明天就可以坐地数钱，皆大欢喜了。你还想干什么呢？我们这么辛苦，难道就是因为钱吗？啊，就因为我拿了 New Face 的钱，所以他们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必须要干什么吗？我不能有自己的判断和是非观念吗？我让你到此为止，不只是因为钱。如果你继续追究下去，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吗？你会变成一个一心跟客户作对的公关代理。你还想不想在这个圈子里混了？你还想不想有别的客户了？你还想不想在 DL 坐稳你的总裁位置？我们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，我们为什么要隐瞒呢？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真相呢？杨默的日记、李金柔的话，这都是一面之词啊，根本成为不了证据。而且这种问题 ，New Face 根本就没有必要出面反驳。我不是让你隐瞒真相，我是让你有选择地说出真相。那如果说我有证据呢？你还有什么证据？红茶，红茶能够证明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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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吧。谢谢。你们找我什么事儿？偏要吃兔兔。我是光环之塔，仰望天际大区王之圣殿工会的会长，偏要吃兔兔。
在网上号召玩家集体卸载《光环之塔》游戏 APP 的主谋是王之神殿工会会长偏要吃兔兔，他的 IP 地址在月华6村，是红茶的家庭住址。光环之塔的主设计师居然要号召玩家们卸载他的游戏，你这个游戏的名字还挺萌的，跟你不太搭呀，可以吗？能不录吗？谢谢。这名字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我们怎么知道的不重要。今天来，我们就想弄清楚一件事情：光环之塔是 New Face 最热门的手游，也是玩家最多、利益最高，同时，它更是 New Face 能不能完成 C 轮融资的关键。你是光环之塔的主要设计师，为什么你会在网上号召大家集体卸载这个游戏？你要不想聊这个没关系，那咱们先来聊一聊杨默。据我所知，杨默是你招进公司的，他跟你的关系最好。你们是 New Face 的公关还是李静柔的公关啊？这不重要吧？我们只是想了解事实的真相。New Face 刚创立不久，急需一批程序员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公司小，待遇差，很多人不愿意来，但是杨默来了。我记得当时面试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不在乎薪水多少，他就喜欢干这个。说句实话，当时我把他留下来，只是觉得找一个能干活的人不容易，还便宜。可是后来越来越发现，他真的很拼命，还很有天赋，就渐渐的成了我们部门的骨干。不知道杨默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他有写日记的习惯。这本工作日记里提到最多的2个人，一个是顾凯雷，一个就是你。他是真的把你当兄弟的。那天我无意中听到你跟顾凯雷在吵架，你问他，杨默还是不是你的兄弟？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兄弟的吗？今天这个问题，我替杨默再问你一遍，杨默还是不是你的兄弟？你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兄弟的吗？为什么连句真话都不敢说？不管怎样，那都是你的心血。红茶，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李静柔还没有签字，他现在需要一个证人，需要一个能帮他说真话的兄弟。我对不起杨默。
我在 New Face 的工号是007号。本来大家都叫我 James Bond， 我的英文名就是 James。后来有一天我出门摔倒了，瘸了好几天，刚好裤子上破了个洞。杨木这个臭小子居然给我改名叫洞洞拐，害得现在大家都叫我洞洞拐。我们当时不觉得苦，大冬天的，那房间里面连个空调也没有，但是一点也不觉得冷，就总感觉吧，这身体里面好像有一团火一直都在燃烧一样。我们每天就光想着怎么能把产品做出来，怎么能做得更好，什么时候可以上线，其他的什么也不想。我们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加班，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大家都是在为自己做事情，为自己做事情，哪还有什么加班不加班啊？杨默是我招进来的，他后来跟我说，刚来公司的时候看见公司在一个民房里上班，他以为是个传销组织。我们面试面了一半，雷总进来了，说叫大家去吃小龙虾。我说雷总，这有一个新人面试呢。他说那就叫着一块去，边吃边面试。杨默就这么被一堆小龙虾给忽悠进去了。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我辞职了。就在决定走的当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喝了1斤白酒，酩酊大醉。之后我到了公司，我看见雷总，我抱着雷总嚎啕大哭。雷总反的安慰我说，之后公司慢慢有了起色，再请我回来。我现在回来了，雷总对我真的很好。这是杨默的创业日记，李静柔给我的，你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希望您能重新认真的考虑一下。李静柔现在怀着孕，也没有工作，也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，你们现在给她的赔偿费真的太少了。你来是给李静柔求情的。我只是希望您能……你弄这么一个东西出来，就是为了打动我，好让我同情李静柔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其实我特别知道您在说什么。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创业更不是。我是 New Face 的 CEO， 我坐在这儿，我所做的一切的决定，就是要对 New Face 负责，对投资人负责。等公司未来上市了，我还得对股民负责。我不可以，也不可能做出感情用事的决定。你也是总裁，你就这么当总裁的？东西是不是收拾好了？赶紧走，欠你们公司那100万，我会让财务给你们打过去。杨默走的那天晚上，从下午3点开始，我们就一直陆陆续续的通电话。因为光环之塔的更新包出现了问题，必须在12个小时之内解决。很多问题只有杨默最清楚。我还记得当时他在电话里开玩笑，早知道这样就不选这个时候度假，这不是等于换了一个地方工作吗？你知不知道我老婆发的火？我自己去了。我刚刚给她哄好了。当时我还安慰他，我说杨默，等公司上市了，你拿到股份，就给李静柔多买几个包，包治百病嘛。我跟他最后一次通电话，当时杨默假装拉肚子，躲在洗手间里接的。他怕他老婆生气，他还抱怨说：“我蹲了2个小时，腿都蹲麻了，再这么蹲下去，我的腿啊就蹲残废了。”当时我在群里还笑话他怕老婆。那个更新包我已经给你传过去了，你查看一下。解决完更新包的 bug， 已经是凌晨4点了。我现在就是饿，但是也吃不下去。这是杨默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你要弄清楚，你现在是谁的公关。你说我是不是特别蠢啊？一直就蠢呀！明知是难题还硬要往上撞，是真的蠢。换成是我肯定不会这样做呀，拿着人家 New Face 的钱去帮李静柔做事情，你在跟我搞笑吗？你安慰我一句能死吗？可你就是这样的人呀！哎，你还记得咱们军训的时候吗？张小丹，钱包丢了，硬要说是我偷的，理由就是我是全寝室最穷的一个，却买了条1000多块的裙子。我记得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吭声，就你站出来替我打抱不平。虚的呀。结果呢，他钱包找着了，你逼着他出来跟我道歉。早看他不顺眼了。我这个人呀，从小到大就自私自利、爱慕虚荣的，可我就是愿意跟和我相反的人做朋友。江大林，这件事情你做的对，我支持你。总算说句人话。行啦，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那你就不要再去想了呀，还是赶紧琢磨一下该怎么控制公司的损失吧，江总裁。我怎么控制啊？人家是新官上任3把火，我呢，走马上任第一个案子，我不仅坑了公司，我还坑了自己的客户，关键是魏哲我也保不住了。哎呀，我原本想着吧，这个案子要做好了，我就拉魏哲入伙。现在案子黄了，他肯定不来了。刚才你没来之前，我仔仔细细、前前后后、里里外外的把这件事情好好的梳理了一下。我真心觉得自己没有错呀。那你纠结什么呢？魏哲呗，就是觉得对不起他。你要真想拉他入伙，那还不容易吗？怎么拉呀？色诱呗！去你的吧！哎，刚才我要是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今天晚上是不是就住在李斯特那儿了？哎，我突然想上厕所，你等一下。孟雨桃，闭回来问题，肯定是女流氓。今天我们在这儿是为了追思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好兄弟杨默。从我们 New Face 创业之初，那个时候并不景气，我还有红茶，我们俩没事就去买彩票，就希望着老天爷能砸一个大的馅饼砸到我们头上。但是杨默从来都不买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每天都到公司给发财树浇水，为什么就不能给自己买一个彩票呢？他告诉我，他要把他自己的一生都赌给 New Face， 赌给我顾凯雷。有一句话叫做“手持本心，方得始终”。这是工号005号工牌，杨默的。从 New Face 建立那天开始，他就一直带着它。这枚工牌见证了杨默为公司付出的一切，见证了我们 New Face 的成长。所以，我要把它转交给杨默的夫人李静柔。它代表了一种承诺。你永远都是我们 New Face 的一员，是我们的亲人。别担心，别再多想，别失落，也不必彷徨，擦掉眼里
谢你对杨默工作的支持和对我们 New Face 的理解。不必永远伪装逞强。我宣布，我们公司一次性给杨默200万抚恤金，提前回购杨默名下的80万股期权。另外，等杨默的孩子出生之后，每个月再给3000元抚养费，直到孩子长大成人。刚来的路上，我其实特别紧张，我怕你又要大发雷霆，然后训我一顿。但没想到看到了这么暖心、让人感动的一幕，我又重新认识了你，真的，我觉得特别让人敬佩。所以，我也要向我之前的行为说一声道歉。这件事情，其实我做的不够好，还让你花了这么多的钱。对不起哈，这钱花的值，我呢反而更应该感谢你。是你让我看了杨默写的那本工作日记，他给我好好上了一课。我得让我的兄弟姐妹们明白，他们给 New Face 卖命 ，New Face 不仅能给他们一个光明前途，还能够照顾他们的一家老小，让他们后顾无忧。自打创业到现在，什么坑蒙拐骗、尔虞我诈那些手段我都见怪不怪了。但是像你们这样一个讲良心、说实话的公关公司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行了，恭维的话就不说了，说点正事儿。在接下来的1年里，你和你的 DL 恐怕要继续忍受我们的折磨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跟董事会商量过了，明年全年的业务都签给你们 DL。真的假的呀？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。有一个前提，签给你们是可以，但必须得是你和魏哲2个人一起负责。还有魏哲？你呢，太年轻，完全交给你，我怕我又得多花钱。信封里面有张卡，卡里有35万，请您收好。多了10万。我们说好了，杨默的公关代理费我们1人1半。你听我说啊，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，New Face 把欠我们公司的100万还给我们了。是吗？还有更好的消息呢 ，New Face 把他们明年全年的公关业务全交给我们做了。真的？其实我觉得顾凯雷不仅讲道义，还挺有人情味儿的。最主要是他特别聪明，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，知错能改。你想啊，他要是省这200万，那他就失去了员工的心，那就太得不偿失了。他现在把他们公司明年的业务交给我们做，那他的员工肯定会想：哎呀，我们的老板还是那个手持本心、充满正义感的老板。我们要为他卖命，创造更多的价值。这样一来，他可不是多付了200万，他赢的可是员工们的心呀！他多精明啊！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？那真得恭喜你，恭喜恭喜！但是我重合同讲信誉，多出的这10万我还是不能收。你接着让我把话说完啊！这10万块钱算是我的拜师费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正式的收我为你的学生吧。我
知道你特别贵，这点钱可能真的有点少，但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片心啊。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就勉强收下这10万块钱。必须的。但是话要说清楚，跟着我就必须好好学，不然我随时开除你的学籍。还有，我先给你定3个月的试用期。等等，怎么当学生还有试用期啊？如果你有意见，那我再减1个月。没意见，就3个月。魏哲老师，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我正式的、诚心诚意的邀请你做我的合伙人。我答应你。你说什么？我们以前就说好了，如果你把 New Face 这一单干成了，我就考虑做你的合伙人。这次你干得很漂亮，所以我答应你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太激动了。魏哲老师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慢慢你就知道了。魏哲同意加入 DL 了，没看出来啊，魏哲喜欢江达林那一款。我想知道，在你们男人眼里，江达林算哪一款呢？怎么说呢？有时候一副萌妹子的样子，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始终那么无辜的看着你。对于很多男人来讲，还是很有杀伤力的。那是你吧？我喜欢成熟型。去你的！魏哲这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，他是不婚主义者，以他的个性，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而影响前途。Stella， 大学刚毕业就进了 DL， 从姜远鹏的助手做起，一直到成为管理合伙人兼 CFO， 为 DL 的发展壮大立下汗马功劳。为人极其理性，决断力和行动力极强。逼宫的就是他。没错，可惜李月如棋高一筹，他没能得逞。另外有传言说就是他举报的姜远鹏，不过都是空穴来风，没有证据。魏哲上次直播就是针对姜总的，而这次又是姜总把魏哲请到了 DL， 你说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？我研究过魏哲经手的几个 case， 他的特点就是剑走偏锋，不按常理出牌。如果他真的想进 DL， 设一个局让江达林钻进来，这是完全可能的。所以他上次直播就是故意碰瓷了。现在看来碰瓷成功了。私生活方面 ，Stella 7年前通过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，富悦酒店高级销售经理崔英俊。有趣的是，我发现这个崔英俊业务量的90%都靠 DL， 干事业双商爆棚，谈恋爱一团浆糊。很多出色女性都这样，我很理解她。你理解他？因为我的双商也很高。魏哲手上有很多客户，就连铃铛网也是他的，他能来我们 DL 固然是好事。我们 DL 之前擅长的是营销传播，危机公关这一块是我们的短板。魏哲的到来会让我们双方取长补短，相得益彰。舒晴，你的校友，2年前加入 DL， 在成功的完成2单营销案后，迅速成了合伙人。因为升得太快，很多人在背后议论有猫腻。但我看了一下他做过的策划案，确实在策划上有一手，有想法、有创意，擅长以柔克刚。私生活方面，他有个2岁的儿子，但谁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单亲妈妈 ，DL 这几个女的还真是各有特色。光铃铛网这一家，每年在公关费用上就有4000万的业务量，再加上其他客户，魏哲每年就会给我们带来6000万的业务。等会儿，我怎么觉得你们都高兴得太早了？他那么精明的人，会不会让我们占便宜？杜威廉因为手上有地龙珠宝这个大客户，被当时想拓展奢侈品业务的姜远鹏挖角进了 DL， 擅长营销。之前有个金融界的女朋友，背景很强，他借此拿到不少客户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分手以后他还能把这些客户留在手里。女朋友常换常新，和你差不多。跟我差远了，我又没女朋友。
就怕他狮子大开口，开出天价。我们江总屁都不懂，照单全收。就冲着铃铛网一个客户，多大的代价都应该请他。只可惜啊，可惜什么？可惜他是为了江达林而来的，而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，我还不清楚。以上就是 DL 几个合伙人的全部情况。老大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要加入 DL 吗？是的，因为 DL 美女如云，适合我。能拿下 New Face 的年单，我还能说江总是歪打正着；但是能把魏哲请到 DL， 那我还真是对他的能力要刮目相看了。公关界有句行话，永远不要小看你的对手。他独来独往惯了，拒绝用助理。这女孩就每天去到工作室，准时准点，不说话也不进去，就在门口等着他，执着。还有一次啊，他想喝咖啡，可刚好那天下大雨，一直都没人接单，他就气得在办公室里骂，让门口这女孩听见了。结果过了没一会儿，这女孩拎着炼咖啡就进来了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，但咖啡是热的，感动。不至于吧？为了当个助理要这么惨吗？那得看是给谁当助理。魏哲是公关圈有名的金牌王老五，我是银牌。我猜这女的肯定不漂亮，不然何必用苦肉计？漂亮也得愿意付出才行。银牌的肯定没人愿意付出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路易斯，早啊。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刚说的咖啡的故事是真的，其余都是编的。你叫艾米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确实没有漂亮。Hello， 魏哲老师，今天10点半合伙人会议，你该不会是忘了吧？合伙人会议我记得呀，我现在就在路上呢。就是有点堵啊。要不你们先开吧？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等你的。你别着急，他们来哈。还需要多长时间啊？哎呀，这可不好说啊，我这前面出了交通事故。警车都来了。你到底在哪？哪来的牛啊？老大，这边请。走。魏总早。我知道你叫艾米。老大，看看满不满意？我特意提出来的，你的办公室必须是整个 DL 最大的，还要无敌江景房。老大，我跟你说，只要你这些奖杯一摆出来，整层楼都被你给镇住了。你注意到没有？你刚进来的时候，那几个女孩看你，眼睛都好像长在你身上似的。你是不是把我的堵车背景音给换了？你说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把我的堵车背景音给换了？不好意思，我上个月换的。为什么会有牛叫啊？不可能，我用的都是国际大都市交通素材。那你告诉我是哪个国际大都市啊？印度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上个月刚去过孟买。魏总好，江总说请你马上去一趟会议室。谢谢，我知道了。走。
开会的人呢？你今天前面出车祸了，是辆牛车呀？啊？我怎么还听到有英文？是印度乡下吧？啊？别跟我啊的，你当我是傻子呀？第一天开合伙人会议你就迟到，故意的吧？你这是给我要下马威啊？不是给你下马威，是给他们。你怎么在这儿办公啊？我办公室装修呢，他们说这是暂时的，我们可是把最好的办公室都给你了。你办公室什么时候装好啊？不知道，他们说快了。你去哪儿啊？把你们行政主管叫过来。魏总怎么了？我没说清楚吗？把你们的行政主管叫过来。稍等一下。快点儿！怎么了？杜总，魏总正好找你有事儿。魏总来了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什么事儿？行政你负责啊？对。那我得谢谢你们啊，给我安排了这么大、这么豪华的办公室。魏总太客气了。我不是客气，我还得麻烦你们，赶紧给我找2个人，把我的东西从我的办公室搬到会议室。从今以后，我在会议室办公。怎么，魏总对自己的新办公室不满意吗？非常的满意，满意的我都不敢用了。那什么意思？一个公司最大、最豪华的办公室，应该是总裁办公室。总裁是一个公司的代表，总裁办公室是一个公司的门面。你们把江总安排到会议室办公，让外人怎么看呀？你说将来我要是带着客户来公司了，人家要见江总，我带着人家去会议室见江总。你们 DL 丢得起这个脸，我魏哲真的丢不起。你误会了，江总的新办公室正在装修，这些都只是暂时的。暂时是多久啊？1天2天，1年2年？这样吧，什么时候江总去到他办公室办公了，我再来上班。一个公司连自己的总裁都不懂得尊重，我真的非常的担心，这个公司还有没有发展的前途？好看吗？不要画。哎，对了，老婆，那个我给你请个假啊，今天晚上我要加班，我得晚点回家。太露了。你是不是不喜欢呢？喜欢啊，你送我的东西我都喜欢。我们同事看见你了。啊，是吗？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让你请客吃饭。小事一桩，随他们挑。菲菲，走啦。你说你赶早班机，昨天晚上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这什么准备都没有。这样挺好的。什么时候过来？不一定，看情况，1、2天或者3、4天。今天呢，他和你说准备给我升一升，让我当销售副总监。恭喜啊！嗨，你现在说恭喜还有点太早了，没有老婆的帮忙，我这怎么当啊？我这不也是想努力，给你争口气吗？那个最近所有酒店都在订夏季的会议用房，你们那儿的客户有没有什么活动啊？哎，都轻拿轻放啊，这东西都不便宜呢。啊，哎，江总辛苦了啊，辛苦了。江总，这些照片都是老江总办公室原本就有的，我想你会喜欢，所以还给你摆在这儿。谢谢。江总，你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，我们随时可以调整。特别满意，非常好，谢谢了。还得跟你解释一下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之前让你在会议室办公啊，那个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看这办公室重新装修，所有家具都是重新定制的，确实需要时间嘛。还得放味儿呢，对吧？对。谢谢谢谢。好啊，辛苦了哈。江总好。谢谢你啊。你看你一来，我马上就有属于自己的办公室了。
所以呢，以后可就得仰仗你了。不客气，赶紧通知他们开会吧。开什么会啊？欢迎我呀！差点忘了。大家好，今天开这个会议呢，是为了欢迎魏哲老师正式的加入我们 DL， 成为我们的合伙人。以后呢，公司的危机公关业务就由他来负责了。大家欢迎。魏总真是名不虚传啊，人还没来就帮我们 DL 搞定了 New Face 这样的大单，这个见面礼可真够厚的。New Face 是江总的客户，能拿下这单也是江总的功劳。我也是通过这件事儿才认识的江总，最后才下定决心加入 DL 的。说到见面礼，我可没有杜总威武啊。我听说当时你是带着你前女友送你的地龙珠宝的业务进的 DL， 在业内可是传为了佳话。我又听说最近杜总和微科腕表的千金走得很近，是不是我们 DL 要有新的客户了？魏总功课做的倒是挺足啊，怎么，你还对我的私生活那么感兴趣啊？我是很关心你的，魏总。欢迎你加入 DL， 老校友终于成了合伙人。必须成为合伙人，当朋友总比当敌人强吧？是吧，师姐？魏总，危机公关一直是我们公司的短板，你的加入将使我们公司如虎添翼。当然，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合伙人能够摒弃杂念，精诚团结。毕竟这个时候是公司最艰难的时刻。我从来没有杂念，难道你们都有吗？魏总很幽默嘛，还行吧。不过我更加喜欢坦率直接。好了，欢迎仪式到此结束。江总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开会讨论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？毕竟今年的目标业绩还有3000万的缺口。哦，那我们讨论吧。新来的，怎么把人一个人晾那儿啊？女的，还是你去联络感情吧啊！你们俩，欢迎你们加入 DL， 谢谢。你老大呢？这种场合怎么找得到他呀？哪美女多上哪找，准在。哎，别乱碰。我这每一格都代表着特别的意义。真的吗？有什么意义呀？重大意义。你是单身吗？怎么啦？不是单身还不能和你聊天吗？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单身。OK。我这手环上的每一格都代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人。重要的女人吧？是不是你刻在哪一格上，就代表你今天思念谁？你太聪明了。那我要数数看，有几个女人？你也不问我是不是只有一个手环。在这种场合遇到问你是不是单身的人，多留个心眼。这种人大多动机不纯。有经验啊！你有没有在酒吧被人搭讪过呀？没有，我来这种地方比较少。怎么，你被人搭讪过？那倒没有，我倒是经常搭讪别人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，借我用一下。你谁啊？我是他老板，来谈点事儿。他是我老板。谢谢美女。谢谢啊，给我办这么大一个 party。我是路易斯，你为什么老看着我呀？不好意思，别误会，黄子文。我看的不是你，我看的是他。
那个到底是什么呀？他说每一格都代表一个女人，我不信，是个女人送的吧？确实是个女人送的。你不要聊工作吗？说呀。是这样，我想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能不能你每次见客户的时候把我带上呀？那我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大了！你想啊，我是 DL 的总裁，你见客户带我一个总裁去，证明我们很重视你，也重视客户。第二呢，万一这个案子谈崩了，你可以把责任推卸到我头上呀。再说个名片，我关注他很久了，他喝酒的样子很漂亮，我要请他喝一杯，请你帮我转告他。等着。你知道你长得挺美的吗？所以想的就不要太美了。你也知道你是DL的总裁啊，我走哪儿把你带着，人家以为我们DL公司没人了呢，我可不想丢这个脸。再说了，你不去，这项目没准没什么问题；你去了，我估计这问题会更多啊，得罪的还是我的客户，你说我冤不冤啊？这么快就要到名片了，给你的。互信电子总裁黄子文，富二代啊！他说观察你很久了，很喜欢你喝酒的样子，希望请你喝一杯。好机会，好好把握哦。江总好，魏总好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咱们公司的实习生，我叫安东，林安东。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，我的实习期快到了。我知道江总来了，要在公司组建一个危机公关团队，我就是学这个专业的。如果魏总这儿还缺人，我特别希望可以加入您的团队，跟您好好学习学习。这事儿江总说了算。江总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哎，我觉得他当你助理挺合适的。明天来我办公室报道。Yes sir， 谢谢江总。小伙长得又帅又年轻，适合当你助理。那我长得也年轻漂亮啊。我当你助理吧，看你表现喽。我们酷信电子现在最重要的项目是动漫，跟艺术搭点边。刚才你说你是干什么的？DL传播，抒情。我很期待以后我们可以合作。我们认识吗？巧了。巧。你们认识？你们先聊。你还真是饥不择食啊！这一款的都能聊到一起去。我们公司开派对，你来干嘛？我进来的时候也没人拦着我呀，要不然我在你那儿再补一张门票。小历史奶粉那一单啊，我看你还是算了吧。你瞪着我干什么？我不太喜欢眼睛太大的女生，知道吗？你眯着眼睛看我的时候，特别的性感。不觉得这样很无聊吗？分跟谁？我跟你在一起啊，聊什么，我都觉得特别有趣。请你跳个舞吧。告诉你，小丽是奶粉这个 case， 志在必得。刚上网查了一下，你是全市最贵的造型师啊。嗯哼。哎，你是不是跟很多明星弄过头发呀？嗯哼。你这儿的营业时间是11点到10点哈。嗯。你是特别的为了我提前开的门吗？错，我是为了魏哲。你们俩是好朋友哈。
嗯哼，他帮我成为全市最贵的，我肯定要对他好了。再说了，做人呐，不能忘恩负义。哎，你打算把我这头发弄什么样啊？魏哲都已经跟我讲好了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，虽然你们俩是好朋友，但是今天付钱的是我，我的头发我做主。哎，你干嘛？没有人告诉过你，永远都不要得罪造型师的吗？手下留情。坐好。哎呀，我看个信息。哎，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我的卡被刷了好多钱。你被盗刷了？差不多得了，你少买几件衣服，这可是我的卡。买几件衣服怎么了？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别心疼那钱。再说了，你不还是个总裁呢吗？总裁怎么了？总裁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，我干嘛不心疼啊？坐好了。你轻点哈。老大，我觉得你挑的这些衣服都太休闲了，搭配她那张少女脸，更压不住台了吧？你看他平时穿那样，品味混乱，哪像个做公关的？不过也不怪他，也不知道谁做的规定，做公关的都得穿得板板正正，20多岁穿得跟40的似的。江总，这是你的新衣服。还不错，把卡给我。才花了你3万多块钱就心疼了，我还没问你要我的形象设计费呢。卡里总共才6万多块钱，就花了我一半。魏哲老师，我叫你一声老师呢，是希望你能好好的教我如何当一个优秀的公关，而不是教我如何花钱。我是在教你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公关啊。首先得从最基本的外形开始。你想想啊，如果一个穿得跟社会街头青年一样的公关，和一个看起来像刚从巴黎秀场回来的公关，你认为客户会更听谁的？谁有能力听谁的？你别跟我争。一个连自己形象都没有办法解决好的人，怎么帮别人解决问题？你要做我的学生，你就要做好大出血的准备。我要给你从内到外做一个大的改变，不然你出去丢的可是我魏哲的脸。我可是总裁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是我的学生啊。如果你舍不得花钱，那你现在就可以申请退学。去给他换衣服。跟我来。路易斯，把你的包给他。谢谢。现在像我的学生了。走吧，我可以给你上课了。江总好，江总好，江总好。江总好。进。Hello。
天生丽质，清新脱俗。你知道吗？一个女人换了个造型，就像换了个人生一样。是魏哲帮我设计的。哎呦，穿成这样我特别不习惯，而且没有刘海之后，我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。魏哲太有眼光了，有机会我也得让他帮我参谋参谋。其实我来是想让你给我帮个忙。你说，明天早晨你去飞扬集团的时候，能不能带上我呀？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讲标，我想旁听一下，学习学习。这我有点为难。你是我们DL的总裁，可飞扬集团那边接下的人最大也就是个品牌总监。你说你要是去了，会显得我们公司小题大做，更显得我无能。这个我替你想到了。我呢不以总裁的身份去，我就说是你助理。看，噔噔噔噔，名片我都印好了。总裁助理 Lily，够有心的。明天上午8点45，飞扬集团楼下见。我帮你拎包。拜拜，谢谢啊。见了，拜。舒淇，哎呀，太不好意思了，第一天当你助理就让你等我。不会啊，你来的刚刚好，走吧。走。如何建立小粒氏奶粉在消费者心中的良好形象？如何提升品牌的传播度？我们 DL 想到的策略一共有2步。第一，定位精准的品牌营销推广，即一个核心主题、一部温情大片、一个产品发布会以及一系列的回馈消费者的促销活动，通过这4个一将小粒氏奶粉推向市场，让消费者的心中牢牢地记住小粒氏这3个字。第二，新意十足的线上整合营销，包括上线发布会、VR 互动、视频前贴片等，让小粒氏奶粉在留住固有的妈妈群体之外，拓展受众空间，将触角伸向更多的年轻的备孕妈妈当中，甚至是单身女性群体。真是抱歉了，我也没有想到公司会突然间决定更改营销主题，看来还得辛苦你们一下，重新做一版。没关系，应该的。那我就送到这儿了，你慢走。再见。再见。他们怎么这样啊？我们的方案都做完了啊，一句轻飘飘的主题变了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吗？很多甲方都是这样的，想不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，就叫供应商来比稿，一边比一边找自己的方向。那他们主题变了，不早说，我们还在这讲半天，这不浪费时间吗？有通知的，也有不通知的，想一出是一出的甲方多的是。以后你就慢慢习惯了，这才刚第1次，后面还有呢。还有啊？谁让我们是乙方啊？前世作孽，今生乙方。我要到下面去买咖啡，要不要一起？好啊。江达林。师哥，世界上的恶有成千上万种，难道单一的金钱就可以解释世界上所有的恶吗？如果说强盗、杀人、放火是为了钱，那么家庭暴力、种族屠杀以及虐待小动物也是为了钱吗？哲学家萨特说过，人是有自由意识的，是有选择权利的，这就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。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一切的责任，而不能归咎于金钱。那同样是钱，为什么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而小人求财却喜欢坑蒙拐骗呢？显然，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钱，而是在于人本身。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逃避的生物。非洲大旱，你们要归咎于自然；陨石坠落，你们要归咎于宇宙。而明明是心中产生了恶念，你们却要归咎于钱，难道这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吗？如果说金钱是万恶之源，那么为什么有人要用这个万恶之源来行善呢？邵逸夫先生一生捐赠超过了100亿的慈善基金，而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礼堂就是他捐钱盖的。汶川地震的时候，全国人民纷纷慷慨解囊，汶川雄起的口号，我想大家都没有忘记。
如果说金钱是万恶之源，那么对方辩友，请你告诉我，我们是如何用这个万恶之源结出一个又一个善果的呢？他是市场部新来的经理谭新凯，你认识啊？他是我大学时期的师哥，我去跟他聊两句。啊，你先下去，不要等我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对方的核心观点无非就是恶源自于人的本性，源自于人的内心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人性到底是什么？孟子说：“人性之善也，有水之就下也。”我认同人性都是善良的，就好像一条清澈的河水。那么，到底是什么让原本善良的人性产生了恶呢？答案就是金钱。就好像一个化工厂把污水排到了河里，那么你能说这个化工厂不是导致河流污染的源头吗？当善良的本心被金钱所异化时，对方辩友把这颗异化的本心当做了恶的源头。也就是说，你不去责怪排污的化工厂，而你责怪这条河，是不是有一点欲加之罪呢？事实胜于雄辩。我相信喜欢历史的同学们都应该知道，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，在对于追求金钱中充满了血腥、残暴、仇恨和背叛。那么对方辩友，你还敢说金钱不是万恶之源吗？在此刻，我们侃侃而谈，为金钱辩护时，有多少奸商一夜暴富，有多少暴徒铤而走险，都是因为2个字：金钱。按照对方辩友的说法，金钱本身就是带着原罪产生的。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书上说金钱和交易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？还是你认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是错误的？我们说钱是万恶之源，但是万恶之源的本身并不是恶。我们要坚守自己的良知、理性，在历史的天平上，金钱仍然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存在。这个万恶之源同样会开出善良之花。的确，有一种力量让我们迷失了人性，这个是金钱无所不能的魔力；还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找回了初心，这个是我们心中永恒不灭的人性之光。真的没有想到能够见到你，像做梦一样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哎呀，这个说来就话长了。知道你大学毕业以后去了深圳，我之前还通过深圳的校友会找过你，也没找到。你在深圳还好吗？你回上海多久了呀？你怎么进飞扬集团了？你说你一口气问我这么多问题，那我是先回答哪一个呢？我就是有点激动，没想到。哎，我呢在深圳待了几年，这个期间呀也换了几份工作，哎呀，但都没干出什么名堂来。这不，我刚好回来想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机会嘛。我是上个月刚入职飞扬，做小丽式奶粉这个品牌，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。对呀，还挺有缘分。太有缘了。你说你上个月刚刚入职啊？啊，对呀。哎，你呢？你什么时候进的 DL 啊？我啊，我也是才不久。哎，那真的是太有缘了。哎呀，马上周末了，要不请你吃个饭吧，也算是庆祝一下咱们2个再相遇，怎么样？请吃饭那也得是我请啊，我可是上海人，我得要尽地主之谊的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我是你师兄，那师兄请师妹吃个饭，天经地义啊。等我一会儿，马上就来。喂，亲爱的，你知道我遇到谁了吗？谭新凯。谁？哎呀，就是那个师哥谭新凯啊！你怎么会遇到他呢？他不是在深圳吗？他回上海了，而且是在飞扬集团。哎呀，你的偶像回来了！哎，这一次你可不能让他跑了，一定要抓住机会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！哎，他该不会是特意回上海来找你的吧？再胡说，我挂电话了啊！我怎么胡说了？他现在在你旁边吗？我来跟他说。他不在，待会儿来请我吃饭，他应该是上去拿东西了吧？我的天哪，你们这进展也太快了吧！这就开始约会了？你走开！什么呀？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喂。江大林。你好，
我是大三的谭新凯。我知道你，刚才也很棒。你也不差。其实我挺认可你的观点的，但是没办法，谁让我是正方的。两位，你们是打算在这里再辩论一场吗？能把手给我一下吗？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们快有6年没见了吧？还有3个月06天，刚好6年。这你都记得呀？你记性怎么那么好？我只记我想记的事情。怎么样？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哎，大林，你怎么会在地研了呢？我大概前年吧出差来上海，还找人打听你呢。听人说你出国了。打听我干什么呀？我想咱们俩能不能见上一面？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出国留学了，也是才回来，因为家里出了一些事情，所以去了 DL。你家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需要帮忙吗？没事没事，别老聊我了，说说你吧。飞扬集团可是500强的企业，你这个年纪当上了高级经理，真的是太棒了，不愧是我师兄。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特别崇拜你。你可别闹了，哪有那么夸张啊？但说实话，我从学校出来啊，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这些年呢，忙忙碌碌的，还算好吧。干嘛这么谦虚啊？是不是你这个甲方怕我这个乙方求你高抬贵手啊？你会吗？我呢是希望公平竞争，赢也要赢的坦坦荡荡。漂亮，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江大林。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别说我是总裁。你也来这儿吃饭？对，我们来谈 MTPR 高峰论坛的事儿，没想到这么巧啊。是挺巧的。那我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慢慢聊。常秘书长，我们那边去坐。我同事。你们同事见面挺热情啊，这。我觉得你刚刚的想法呀非常好。谢谢，您赞同就好。谢谢。哎，我刚才听你们在聊 MTPR 论坛的事儿是吗？这可是国内规格最高的市场公关类论坛，你们要参加吗？对啊，我们公司刚挖来了一个公关部的大神，每年他都是组委会的成员，那是他助理。这样啊。师兄，你很感兴趣啊？我当然感兴趣了，我是做市场的。不过我知道，这个论坛呢是邀请制，我再感兴趣，也参加不了啊。完美。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什么情况？这个身位你还看不出来？你不是高手吗？这男的什么来路？现在还不知道，隔太远没听清。好像说是大学师兄什么的。大学里是最容易产生爱情的地方。师兄和师妹，你懂的。哈，你每天就不干正事儿啊，在外面八卦。好了，我不八卦了。我还有个小情况要汇报，想不想听啊？有屁快放。我们亲爱的江总刚刚很神秘地跟我说，千万不要暴露他总裁的身份。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，他就是不想让这男的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你麻烦赶紧回来。